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现在赚钱不赚钱已经不重要了，保命要紧。这几天富士康还有广州抗争的事儿，老百姓走上街头的事儿，我相信观众朋友们都略有耳闻了吧？可为什么面具人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头就要给大家强调保命要紧啊？其实我这几天仔细地思考了一下，心里面发凉呀。我设想，如果我还在国内的话，我现在也会很难受，而且我的未来会更难受。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建方舱，而且呢，还动不动就静默，动不动就动态清零，人连门都出不了，想吃一顿新鲜的饭也不行。就算是你们看世界杯，你看到了全世界的人都不戴口罩了，但是中国现在的这个风控还要加强管控力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搜集到了大量的资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再加上我夜观星象和外星人沟通了一下，我终于参悟到了咱们皇上的想法了。我看到了未来的中国人在你们的生活中只有3种选择。等会儿我会告诉你们哪3种选择你们自己可以选择一下，你要过哪种生活。那至于面具人，我对中国政治未来呀，包括人的民生的这个发展方向的判断准不准？我2年前、3年前的节目都在那儿包括我讲这个码呀、那个数字人民币呀，包括什么电子门磁呀、这个隔离体系呀，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老观众可以给我打个1，留言一下，做个证好，我等会儿会告诉你们接下来的3种选择的你自己可以体会一下，你看看你要选哪种选择然后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还会再讲一下目前 NFT 市场的疲软，以及以太坊质押进去的那32个以太坊做验证节点从以太坊 2.0 升级到现在，为啥这个验证节点都不给提现的原因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我先来讲一下我自己夜观星象和外星人沟通出来的答案看到的这个未来有多么的牛逼，给你3个选项，且听我慢慢道来。这可是决定你人生的一个大选择、大方向目前全国开始兴建以村、区、县、市级为单位的地方都要有方舱。那面具人，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人觉得我有点危言耸听了什么区、县、市、村全部都要盖方舱，那也太夸张了。OK， 面具人，我有没有夸张你们可以自己去百度搜索一下，验证一下就知道了嘛。答案就在那儿嘛。比如你是湖北人，你就搜一下湖北方舱；你是山西人，你就搜山西方舱。然后呢，你就能得到，湖北哪儿都建了大型的方舱，山西哪儿又兴建了大型的方舱，甚至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壮观的实景图片甚至你还可以缩小范围，按照你所在的区县地市来搜寻结果如何，你自己去核实。面具人，我在这儿就不危言耸听了，咱们眼见为实，好不好？看看我有没有乱说那至于咱们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咱要想一个道理呀，那就是盖这些方舱房子不要花钱的吗？面具人，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咱们皇上辛辛苦苦花这么大的价钱建立起来的方舱房子，难道就说疫情过去了以后就会把它拆除掉了？那这个钱就白花了，劳动力也白费了，物资呀、钢筋呀、水泥呀、砖头呀白浪费了？
是共产党傻逼，还是我傻逼，还是你傻逼呢？你会有这种想法啊？行，这个角度我们想不通。OK，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嘛，对吧？我跟你讲，换一个角度，你们这样想啊，一个区的派出所最多能关20几个人就差不多了，小一点的呢，可能也就只能关10来个人。村县的派出所能关的人就更少了。OK， 现在中国社会在倒退啊，经济有点崩溃，老百姓的店儿也开不成了，生活也不便利了啊，生活压力很大，负担很大，社会的这个运转的政策也不合理，民怨四起，所以导致了老百姓现在动不动就爆发了啊，动不动就不爽了，就跟那个深圳、河南、广州一样，动不动就上街闹了。那我问你，这些寻衅滋事的、捣乱的不法势力要不要抓起来？那把这些人抓到哪儿去呀？派出所关不下这么多人呀，没地方关他们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村县市区都要修方舱呀，每个方舱至少可以容纳2-3千人呀。各位，现在你们想明白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各个地区市甚至村都要修建方舱呢？想明白了吧？花这么大的价钱，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们这中间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呢。好，咱们再结合一下圣上这一次出访外国嘛，习近平主席出席 G20 峰会期间强调，粮食、能源安全、能源危机这些都不是和生产需求挂钩的问题，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全球的经济不好，主要是因为供应链出了问题。各位，你们听到咱们圣上说的话了没？粮食、能源都不重要，没有问题，供应链最重要。供应链出问题了，全世界的经济就会不好。那观众朋友们，我想问你们了那现在全世界最全最大的供应链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中国呀。我中国的供应链恢复了，不搞风控了的话，你们全球的通胀、物价、金融系统就会缓和，就会好了。但问题是，咱们圣上不想恢复供应链呀。为啥？因为有你们西方人搞贸易壁垒呀，有你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呀，弄得我很不爽，龙颜不悦。所以我不能恢复供应链呀。我就是要和你们持久斗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让你们的西方经济一直恶化。其实这一点什么击溃西方呀，争霸全球呀，只是咱们圣上搞风控的原因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搞风控可以顺带的把这些工厂老板们逼他们停工停产，然后呢就能把他们一个个都给逼破产了。那他们破产了以后什么空下来的厂房呀没用的设备呀，就可以拿来给国家抵债了，那这就归国家了呀。甚至国家可以出一个什么政策，把你查了，说你这个卫生不到位，那个防控不到位，直接就把你没收查封了，对吧？而且搞这个风控还可以把小老板、小商贩、小商店呀、社区商店、餐馆之类的也都给逼死了。然后呢，咱们圣上就可以与民争利了呀，把所有的生意都揽到他自己手底下做，他就可以搞社区供销社、大锅饭、人民食堂、数字人民币了嘛。而这个供销社、大锅饭一旦搞成，中国就真正能实现用工成本全球最低。因为你有供销社了，你有人民食堂了，你老百姓不需要消费别的了买什么吃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党给你配备好的。你老百姓都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斗士，对吧？你只需要努力搞生产，然后呢，换来你1日3餐，换来你日常所需的物资，有饭吃，有住宿的地方就行了嘛。其他的你不要多想，对吧？
社会主义好，人人平等，人人都过一样的日子，这有啥不好吗？哎，总比你们前几年你看改革开放了啊，这些人先富起来了，哎，你眼红人家赚钱了，你没钱啊，你要打倒他嘛？对呀，现在把你打倒了，帮你把这些有钱人打倒了，对吧？大家都过一样的日子，天天吃大锅饭，天天用供销社啊，天天付出一样的劳动力，朝九晚五，大家一起去上班干活，付出劳动力，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而正因如此啊，中国做到这一点，哎，它还是会在供应链上有巨大的发言权的。毕竟资本都是逐利的，对吧？你中国的这些工人啊，我说好听点叫工人，咱也不说他叫奴隶工了啊。你对中国的这些工人是不用考虑给他开工资的事儿了，他挣的是数字人民币，他的数字人民币能买几顿饭啊，能买几件衣服啊，能怎么花都是党给他严格调控的啊。说白了就是粮票、饭票、邮票，对吧？那这些人相当于你用他也只用管他一个生命维持成本嘛，饭钱而已嘛。全世界你到哪儿还能找来比这些要求还低的工人呢？对不对？资本都是逐利的，哪国的工人便宜，我就在哪国用，哪国制造啊。你别说什么富士康要迁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放在下一期节目给你们更深度的去剖析啊。你们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就行了。我继续来讲咱们的主题啊。你看啊，咱们皇上对外一方面他制造供应链短缺的难题，哎，搞得现在全球经济都不好，一个雷接着一个雷爆，对吧？一方面呢，他对内，哎。又把这些搞什么供销社呀、大食堂呀，把这些人的劳动力就纯粹转化为物资，让他们对于钱来说就不重要了，这样就可以降低自己供应链的成本，还能把这些工厂老板也全都逼死了啊，逼倒闭了。然后呢，这些工厂直接归国营嘛，收割私人工厂老板，绕过中间商。那么对外在全球物价变贵、供应链短缺的情况下，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又显现出来了，甚至会有独一门的巨大优势。因为你对中国人，你不用去考虑什么资本的问题了，你只用去考虑他们的饭钱。中国人又不出国，又不要国际货币，对吧？他们爱国，他们是无产阶级战士呀，对吧？他们吃好喝好，大家人人平等，共产主义。每人朝九晚五的上班下班，奉献劳动力过集体生活，不挺好的吗？对吧？所以它就会吸引你，不管是美国，你看马斯克呀、苹果呀、库克呀，不照样跟中国越绑定越深嘛？对吧？还加大在中国的投资，那德国不也跑过来投资了、建厂了，把德国的车呀、港口呀都给中国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国打的这个廉价战略啊。那你中国人不值钱嘛？只值2顿饭、3顿饭的钱，就这么简单。你还赚啥钱嘛？你有供销社，你有大食堂嘞啊！你吃你也别想去吃什么海底捞了、老火锅了之类的，烤肉呀啥的了。社区食堂给你吃啥，你就得吃啥，知道不？啊！而在这种情况下啊，耗得越久，哎，你看中国人反正无所谓嘛，一日3餐，对吧？而西方人又要人权，又要自由，又要民主了，又要吃得好了，过得好了，又要钱了，那西方人当然耗不过中国了呀。持久下去，对西方的民生和金融体系的冲击，随着时间的变大，会越来越大啊。当然，中国这样耗下去啊，老百姓迟早也会有受不了的那一天，那维稳成本也就会越来越大。可是圣上已经想到了这一天啊，等超限战达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东西方都兵临受不了了，那中国就必须要开启台海战争了。那咱们皇上这样做啊，有几个好处。一方面呢，西方会因为常年被供应链压制，现在开战的话会雪上加霜啊，供应链又不足，物价又这么高啊，老百姓的民意对经济又不满意，你现在让我去对台湾开战援助台湾，哎呀难呀，是不是？那他对台湾的支援能力就会被削弱。而咱们皇上打台湾啊，也不一定是真的要打，也有可能是一种消耗策略啊。
它进可以加重消耗西方。来嘛，咱们继续耗，换一个战场继续耗啊！你派兵来嘛，你打仗嘛，要不要花钱？花钱花呗。那我中国有14亿的无产主义战士嘞，人家又不要钱，人家又不信资本主义，人家觉得这个资本又不重要啊，又不是没饭吃，吃饭才是最重要的，对吧？啊，我们有供销社，有大食堂，保证他们的粮食吃饭供应，他们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劳动力啊。你觉得你西方能耗过我不？啊，所以进可以加重消耗西方，退。咱们党啊，咱们皇上也可以借用战争消耗掉国内不听话的有反抗能力的青壮年啊，一箭拔雕。他可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呀，爱国呀，保家卫国呀，对吧？赶紧上战场保家卫国。同时呢，他可以将不服管的人啊，直接送去战场被打死，送去送死啊。谁让你平时说一些不服党的话啊，煽动言论啊，寻衅滋事？好，那你现在就得上战场，而且这些人上战场了以后，说白了就是送他去处决的，而这些人被打死了、被处决的锅还是要台湾人来背。看，是台湾人杀我同胞呀，妄图侵略我土地呀，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呀，害死了我这么多中国人。他可以借此转移仇恨，还能维稳内部，还顺便清除掉了反对自己的势力，是不是？咱们皇上的意图很明显了，他现在能连任1次、2次，还能连任3次，马上就要再连任第4次，他就是要打造他的个人终身制，甚至要世袭制，对吧？这就是朝鲜制的管理。可是这种朝鲜模式啊，甚至比朝鲜还残酷的模式，那朝鲜也没说给你每个人挨家挨户装一个那种联网的门锁啊，你出门了就报警了，不让你出去了。朝鲜都没做到这一步啊！这种社会管控啊，对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刺激很大的，会引起反抗的。OK。谁反抗，或者是谁有苗头，很简单嘛，要么你就去台海战争上战场保家卫国，是吧？你父母能作为一个英烈的家属，能持续的领到饭钱，领到饭票，数字人民币饭钱，数字人民币的油钱，是吧？不至于清算你父母要不然呢，那就把你全家拉去方舱隔离。其实方舱它就是可以低成本的代替拘留所，因为中国实际上它的这个监狱的关押量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大型监狱在方舱之前没有特别多家，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中国的这种大型监狱已经是世界上最牛逼最多的了，容纳人数也是最多的了，各地区都有大型的几千人的方舱你要么上战场，要么去方舱拘留失去自由自由又不能当饭吃，对吧？反正有饭吃就行了。再加上习近平他也说了，他自己不担心粮食和能源，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粮食和能源这一块要中国人自给自足了。所以以后中国的壮丁只有3条路走：一，下地挖矿种地这是第一条，干苦力嘛。2，不服从管教的煽风点火的人，要么就送去隔离要么呢就是第3条路，送去战场处决，送死去，跟台湾人打仗去，打死打活看你造化了，是不是？这就是中国人未来的3条路，没有别的路选。至于你说你什么当科学家呀啥的抱歉，科学家的名额在那些什么村干部，在那些市区级干部的子女家庭里面，人家才有那名额。你想去，你做梦吧。甚至呢，就是你要去种地挖矿你没关系的人你也去不了，你只能去上战场了然后你自己的父母作为英烈家眷，就可以有口好饭吃了，因为是烈士家庭嘛。有人说这样会影响生育率。至于生育率人家蔡奇也说了嘛，中国人现在是安逸惯了
要刺刀见红了，要抽几鞭子了。哎，面具人，我一想，他说的这个逻辑对呀。你看，中国在解放前、改革开放前、文革大饥荒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可是呢，你看那时候中国的生育率比现在都高好几倍。咱们爷爷奶奶辈的那时候，家里面哪一个不是5、6个、7、8个弟兄姊妹啊？哪家不是生上5、6个、7、8个啊？现在反而是不是日子过太好了啊？一家只剩1个，甚至不生了啊！好呀，你不生了是不是？你不生，我以后就让你生不如死。以后所有的福利待遇，能吃多少饭，能拿多少的物资，都和你生育挂钩。你的生育权就是你的人权啊！你生多了娃了，你生多了孩子了，你就有更高的人权啊！你生的壮丁少了，那不要怪我党对你太不留情，不要怪我不客气，看你生不生。还是太欠刺刀见红了，给你见2下红，你就乖乖的听话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整个社会这样子去搞去折腾啊，很快只需要30、40年的时间，哎，也就是2、3代人啊，哎，说白了，在你我有生之年啊，就能看到或者是体验到中国人被清洗的完完全全的朝鲜化，过那种集体生活。集体的无产主义生活，哼，各位，未来就是这样，你只有3条路选：1上战场，2种地挖矿，3进方舱。你会怎么选呢？哎，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一个答案嘛，1、2、3，你自己选啊，上战场、种地挖矿或者进方舱。那面具人，我选了第4条，我选择了run啊，我选择了跑啊，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好，再来说一下金融这块啊，无聊猿最近有暴跌的迹象啊。目前来看呢，它的均价已经只剩40%左右了啊，比5月份相比啊，已经只剩40%左右了，还是拿以太坊计价的啊，你要是不算这个以太坊跌的钱是40%左右，实际上来算呢，无聊猴的实际价值和5月相比，应该只剩下20%左右的价值了。那这也算是暴跌了嘛？啊，其实 NFT 暴跌啊，这个也是必然。这就是我说的，没有产业，没有消费，没有价值留存啊。你定价越虚高，你的风险越大啊。你如果说你买上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那种 NFT， 那归零了你也不心疼。可是你如果说花个几十万买了一个无聊猿，哎呀，我的妈呀！那跌一点你都是卸一条胳膊卸一条腿啊！咱别说这种啊，就是一个虚拟的空气图片了，咱们就说实用产品的定价虚高，最终也都会爆雷的。你看嘛，就算是房地产、手机这种刚需品，它的价位虚高的话，泡沫也会爆。那更遑论说只有这种空气图片的头像了。其实这种泡沫的概念啊，你同样可以套用在以太坊身上。目前以太坊 2.0 升级了有2个多月过去了，可是呢，它到目前啊，到如今啊，它质押的以太坊都不能领，不能提现啊，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押了几万、几十万的以太坊几十个、30个、60个、80个、100个、200个，眼睁睁着看着你的以太坊币价跌了，你也拿不出来，你也没办法割肉回本，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往下跌，因为你的以太坊都锁在那里面了啊！你卖不了你的以太坊，但是人家项目方能卖他自己的以太坊呀，他手里面有无限的以太坊，对不对？而且官方他现在也不开放提领，那你这个状态就跟那个新疆大火把人封控封起来了，然后里面着火了，你人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家财万贯，看着甚至自己的人都被烧没了，你就是出不去，是不是？那至于为什么以太坊它现在不给你开放提领它所谓的上海升级也没个下文，也始终不给你说啥时候升级让你提前
啊，让你把钱取出来，甚至他还不停地暗示要延迟。为什么？原因有2个。我把答案说出来了以后，你们在留言区回复选一下啊，我会从你们留言的人当中抽取1名，随机赠送 NFT。好，2个原因啊，一呢是没有外部新鲜血液的进场啊。如果说没有新鲜血液的话，现在开放提领，那币价就崩了，以太坊的项目方的韭菜池就毁了啊！因为现在的币圈和之前的币圈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是蓝海，是绿海，现在是红海，饱和度已经很高了。你不像之前你推广以太坊没人知道，你很容易就能推广起来。现在啊，大家一旦不信了，那也就彻底完蛋了，想起来没戏了。第2个原因，因为诸多技术问题啊，工程师们正在优化这个代码、那个气体、这个细节，为了保证用户最佳的体验。毕竟嘛，咱们用这个链，想要手续费更低，想要速度更快，所以呢，我们的工程师都在加紧的代码、写字儿啊，做程序，所以会延迟开放上海提领。这2种原因，1和2，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原因呢？啊，留言告诉我。反正整个行情，包括我们的，尤其是大陆的人啊，未来的人生，我已经给你们讲得很清晰了啊。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我也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就像我说的，每个地方修建方舱，你如果不信，你自己百度搜一下，你都不用翻墙，对吧？那至于什么现在的 NFT 啊、以太坊啊，它有多大的价值啊？能不能抄底儿？我觉得我现在看开了，看淡了啊！我宁愿去玩一些，比如花个几十块、几百块啊，我能少赚一点，甚至靠我的辛勤劳动能赚点钱的那种项目啊！我他妈宁愿去玩传销呢，你知道吧？啊，我宁愿去加入什么这个 PB 呀、安利呀，我都觉得风险要比这个玩币动不动几万 U、10几万 U、几千 U 都没有了要好得多，是不是？我最近也是在找一些，可控性强一些、风险小一些、投资小一些、收入稳定一些的这种靠谱项目，目前还没找到，不过我也在找，因为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项目方联系我，找我合作，想让我推广啊，我也在筛选。如果有的话，我会提前在会员群里面公布的。好，如果你们想跟随我的一些早期项目、低投入、稳定收益的那种项目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